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王权篇预告超燃，展现二次元魅力，真实感爆表。狐妖小红娘竹叶篇的剧情还未完结，观众们的热情已经火速转向了即将上线的王权篇。此次主演诚意凭借一支预告片，迅速收获了原漫画粉丝和一众新粉丝的好评。诚意最近凭借多部热门剧集，正一步步接近一线演员的行列。王权篇正是借着强大的粉丝效应以及诚意的影响力，提前在观众中引起了轰动。然而，在拍摄期间，王权篇并不被大家看好。网络上传言，这部剧的制作成本远低于前两部，这无疑让人产生了疑虑。毕竟，如果有如此多的投资，拍不出好剧，岂不是浪费了？不少人担心，结果可能是剧不行，演员不红，观众空欢喜。这种情绪无疑让许多人心生失望。但随着官方发布的预告片一上线，这些担忧逐渐消散。预告片中，诚意饰演的王权富贵令人眼前一亮，他那一头白发的造型，身穿银色战袍的英姿，状态简直不能更好。他的帅气简直超出天际，五官精致，脸部线条分明，仿佛是从漫画中走出来的角色。尤其是他在打戏中的表现，流畅自然，动作高燃，简直是视觉的盛宴。短短2分钟的预告，每一帧都让观众赏心悦目，眼前的每一刻都令人陶醉。想象一下，当这部剧正式上线时，观众们的热情将会有多么疯狂，别提有多感动了。最近能看到这么真诚的制作，真是让人泪目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王权富贵手中的剑柄上刻着王权二字，那磨损的痕迹越明显，越能体现出他在战场上拼杀的决心和勇气。诚意的演绎让人不得不惊叹，他将王权富贵的清冷、挣扎、强大都展现得淋漓尽致。而他那身白发黑袍的造型，也被网友称为漫画男主真实再现，五官和下颌线几乎一模一样，这充分证明了观众们对诚意的高度认可。王权篇虽然制作成本不如前作，但却凭借出色的视觉效果和电影级别的画面，给大家带来了惊喜。这种大家看不起他，却偏偏最让人意外的感觉，简直太爽了。滤镜完美，镜头迷人，诚意那张带有王者气质的脸，简直让人陶醉。另外，近年来，诚意无疑是电视剧扛把子。从沉香如屑、沉香重华、莲花楼到琉璃，每一部剧都有他出色的表现。他塑造的每个角色都栩栩如生，无论是李香怡、玄烨、应渊，还是唐周、雨丝凤等，每个角色都因为诚意的演技而独具魅力。这足以证明他是一位不容忽视的实力派演员。如果说李莲花眼中带着对江湖纷争的释然，那么王权富贵眼中则充满了执着与坚定，同时还多了一份孤高与冷傲。他的形象完美符合少年应有的豪情与决心，哪怕不被理解，也绝不畏惧前方的困难。执剑者，既为天下，也为苍生。这份对天下的责任与对苍生的守护，正是王权富贵的核心精神。诚意对这个角色的诠释简直是量身定制的，连粉丝都惊叹，诚意演的王权富贵比李莲花还要难杀。这位角色真的强到不行，面对万箭穿心仍屹立不倒，绝对让人心潮澎湃。与李莲花的悲情相比，粉丝更希望王权富贵不要再经历那么多虐心剧情了。细数诚意出演过的剧集，无一不是充满挑战，伤痛与牺牲仿佛成为他角色的一部分。每一场拼杀，每一次吐血，都成为了剧中的必备元素。所以，如果你准备看诚意的剧，一定要备好纸巾，做好心理准备。无论如何，大家都期待王权富贵大杀四方，
活到最后。相信程毅的演技和实力将会为我们呈现一个生动立体的王权富贵。像程毅这样的演员，注定会迎来更大的爆发，未来的星途也必定灿烂辉煌。淮水竹亭后，程毅主演《狐妖小红娘》王权篇即将上线。最近，全新的奇幻武侠剧《狐妖小红娘》王权篇成为了众人关注的焦点。这部剧由程毅与李一桐两位优秀演员联袂出演，已经顺利杀青，并且即将强势上线，有望与期待已久的肖战主演的《藏海传》展开一场激烈的仙侠与权谋双剧对决，让人翘首以盼。程毅与李一桐在《英雄志》之后的再度合作，使得该剧更加引人注目。在剧中，程毅饰演的是王权家族的少主王权富贵，他的角色是一位出身豪门的青年，正是热门剧集《淮水竹亭》中王权红叶与东方怀竹的儿子。而李一桐则化身为那个冷酷无情、身手不凡的间谍青铜，二人之间的碰撞更是戏剧性的看点。王权富贵身处显赫之家，却因承载家族荣耀而倍感压抑，直到青铜的出现，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。青铜以蛛丝般的细腻，为王权富贵揭开外面世界的精彩面纱，让他终于得以挣脱家族的束缚，收获了爱情与自由。该剧围绕人妖对立展开，深刻描述了王权富贵与青铜跨越种族与命运的痛苦爱恋。两人从敌对逐渐转为相知相爱，携手共同挑战家族的偏见与社会的不公，最终在万箭穿心的惨烈情节中换取了属于他们的自由。这样的代价，着实令人心痛啊！值得注意的是，之前的《狐妖小红娘》月红篇和《淮水竹亭》口碑都不是很好，因此程毅与李一桐的王权篇能否改变这一局面，则令人十分期待。程毅王权篇预告太燃了，演出了二次元感觉，超美，笔下生辉。一部低成本剧凭啥让全网炸锅？当白发战神王权富贵一剑劈开屏幕，那股二次元感直接帅到让人心跳加速。狐妖小红娘王权篇预告刚上线，程毅的清冷造型和高燃打戏就刷爆热搜 ，B 站播放量几天破1000万，粉丝直呼这哪是真人，分明是漫画男主活了。这部剧开拍时压根没几个人看好，程毅咋就把一个低调项目搞成未播先火？从他的敬业付出到角色魅力，再到席卷网络的粉丝狂欢，这篇文章带你一探这场王权热的幕后故事。老实说，王权篇刚立项时，圈里人没几个觉得他能火，成本比前两部《狐妖小红娘》低一大截，横店片场开工时，网上吐槽声一片，这预算能拍啥？糊了吧？可预告片一出，直接打脸。电影级的画面质感，程毅白发黑袍耍剑的镜头，硬是把低成本拍出了大片范儿。据 B 站数据，预告上线72小时，播放量破1000万，评论区全是绝了，这质感值10亿。影视学者张教授点评说，低成本剧想翻盘，靠的是演员的硬实力和细节的极致呈现，程毅显然做到了。细节有多硬核？横店片场，程毅拍一场高空威亚戏，掉了10几米高，落地时脚踝扭了，但他咬牙坚持把戏拍完，导演都感动得直夸，这小子太拼了。我看这不只是拼，是程毅用实力给低预算狠狠争了口气。谁说钱少就得拉胯？好演员一上场，质疑声全的闭嘴。再说王权富贵这个角色，简直是程毅的天才。他不是那种只会耍帅的纸片人英雄，而是个清冷孤傲、心里装着天下的大男主。漫画里，他执剑杀敌，护着人妖两界，信念是见天下、见众生、见自己。程毅咋演的？白发黑袍往那一站，眼神里全是戏，冷得像冰山，偶尔流露的挣扎又让人心疼。粉丝直接炸了，这不就是从漫画撕下来的男主吗？
某平台调查显示，85%的原著粉都觉得程毅的造型和演技完美贴合角色，评论区清一色喊神还原。细节有多牛？程毅为王权富贵的道具剑操碎了心，和造型师反复讨论，连剑柄上王权二字的磨损痕迹都得按漫画来。拍定妆照时，他还特意调整站姿，力求每一帧都像漫画分镜。我觉得程毅这波操作不只是还原角色，是把王权富贵的魂演活了。他让观众看到的不只是英雄，还有个有血有肉、背负重担的普通人。程毅为啥总能把角色演得让人服气？答案在幕后。莲花楼刚杀青，他几乎没喘口气，就直奔横店进组王权篇。那会儿莲花楼里的李香怡已经够虐心了，程毅却迅速切换状态，钻进王权富贵的内心世界。剧组爆料，他每天早上5点就独自练剑，动作设计都得亲自过一遍，确保打戏流畅又带感。有一场夜戏，他连拍10几个小时，嗓子喊哑了，还在调整表情。导演李某直言，程毅的敬业是预告片高燃的底气。预告上线后，程毅在北京搞了场直播，和粉丝聊王权富贵的创作心路。他说，这角色外冷内热，演的时候的靠眼神赚情绪。他还秀了把道具剑，得意的讲剑柄磨损的灵感。粉丝刷屏，哥哥太用心了。我看程毅这不只是用心，是拿命在演。他用行动告诉大家，一个好演员，流量是加分项，实力才是硬通货。王权篇预告不只是火了，还带出一波文化现象。预告上线后 ，B 站 UP 主跟风了一样剪视频，一支叫王权富贵执剑护苍生的混剪直接冲到100万播放，评论区全是美的不像真人白发程毅 lips。程毅的白发战袍造型被做成同人插画，漫展上都有人 cos 王权富贵。粉丝们还特别护短，纷纷喊话，别让王权富贵像李莲花那么惨，求他大杀四方，活到最后。这波热潮不只是粉丝的狂欢，还拉动了国产漫改剧的影响力。数据显示，国产剧在 B 站的2次创作视频中，漫改剧占比涨了30%，王权篇功不可没。我觉得这现象挺带劲。程毅用一个角色点燃了粉丝的创作欲，粉丝的二创又反过来给剧加热度，这不就是文化圈的双向奔赴？更别提这还让更多年轻人爱上了国产剧，值了。程毅的王权富贵像是从漫画里走出来的战神，带着剑光和信念，狠狠戳中了观众的心。想看他怎么用演技征服正片，那就盯着王权篇上线吧。行业也该多来点像程毅这样拼实力的演员，国产剧才能越走越远。